好學貓。Hello， 大家好，歡迎來到 Empty Mind 腦袋空空，我是七七。今天這期播客開始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個我越來越清晰的一個發現。可能你跟我一樣，之前看過很多到底什麼是命運，就命是什麼，運是什麼，或者命和運它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但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個不太一樣的角度。當我們在說一個人的命運，或者說他的這個人生故事、人生劇本的時候，其實就在背後的這個寫作者、這個編劇，沒有別人，也不存在有一雙大手，翻雲覆雨的大手。寫這本書的人就是且只有你自己。其實關於這一點有一個比較好理解的角度，就是你的性格決定了你的行動，你的行動決定了你的命運。但是同時在這背後有一個非常隱秘的線，它不是關於行動本身，也跟你的性格沒有關係，其實就是你決定怎麼去講你這個人生故事，你就擁有什麼樣的人生。就比如說，如果讓你現在站在此時此刻去寫一個回憶錄，你會發現你過往所有發生經歷過的事情，你不可能每一件都記得，你能有的只是一串記憶的鏈條，然後這個鏈條上面穿着自己每一個時期的一些碎片的一些記憶點，你怎麼去選擇你要強化哪個記憶點，並且編到你的這個記憶鏈條裡面，這個東西其實就是你自己選擇講述的關於你的故事。就隨着這個年齡漸長啊，就是你越來越會發現，看似連貫的這個人生軌跡、人生路線，它不是由一個接一個這種很緊密的時間段組成的。就當你去回顧的時候，你能感受到你經歷過的那些事情，它都是一個一個的點，它往往凝聚了你某一段時間內非常非常強烈的一個情緒。今年年初的時候，就是我過年回老家之前，有一天我在上海打車，我就坐在那個車的後座上，一邊戴着耳機听歌，一邊看着窗外。然後呢，我的耳機裡剛好播放到方大同的那首《回流》，然後呢，那個旋律就是我的耳朵，我的听觉上聽到那個旋律一出來，同時我的視覺刷刷刷的往後倒退，就是我坐在一個移動的車裡面，然後窗外的物体、窗外的街道正在刷刷刷的往後退。這一瞬間，這個視覺加听覺綜合起來，這個瞬間突然讓我立刻回到了去年3月份的時候。當時我一個人去香港，我從香港機場出來，然後我坐在那個港鐵快線上，耳朵裡播放的就是這首《回流》。然後我當時也是坐在那個窗戶邊上，香港那個快線有很長一段都是在地面上嘛，而且它從機場穿到市區的這個一路上的風景還是挺美的。窗外是那種翠綠的那些山，還有一些小的港口，一些水域，然後裡頭雜夾着很多香港的一些很高的住宅樓。那一瞬間，我的視覺跟聽覺同時在經歷一個非常類同的一個瞬間。當時我在上海坐在那個快車的後面，我立刻整個人就像回到了去年的那個場景裡面。就去年我一個人去香港那一次，是為了見一個媒體行業的前輩。當時我是想要搏一個工作上的合作機會，而且那次去香港也比較臨時，比較倉促，立刻动身買機票過去。所以我整個人當时去的那個路途，心裡是很忐忑的。然後呢，很神奇的是，去年那個時候，當時坐在港鐵上的我，同樣也感受到了一種來自過去的一個情緒。這個過去是什麼時候呢？大概是7、8年前，那一次我也是一個人去香港。當時我還住在北京，我在北京讀研究生。那個階段的我，其實整個人的狀態、情緒都不太好，是一種对自己當時的感情狀況、未來發展都非常迷茫的一個階段。然後呢，我那次去香港其實也沒有什麼目的，就是想找我在香港的朋友玩一玩，然後散下心吧。那個時候我也是從機場坐這個港鐵到市區，但那個時候我是更多的是一種比較低落的感覺。但是呢，在那個低落的感覺裡面，我也有一些新奇感。旅行換個地方的魅力就在於，當你轉換了這個空間之後，你似乎覺得未來還有
很多很多的希望和可能性。所以呢，等于說今年年初我在上海打车，那個瞬間，上海的當下和去年的香港和7、8年前的香港，這3重時間、2重空間在那個瞬間重合在了一起。當時我在快車後面坐着，我的眼淚就直接掉下來了。我剛剛用了這麼長時間去形容，但其實那個感受就是在那一瞬間，那幾秒鐘就是百感交集。你會覺得時空和人在當下的感受，它其實不是3維的，而是4維、5維，就是它是交錯在一起的。這其中任何一個因素一旦觸發，它就可以串起一片的連鎖反應和連鎖的情緒。就那個時候眼淚流出來簡直是一種必然，它甚至就是一種你的大腦被刺激了觸發的一個自動的回路，那1分鐘你就滿滿一臉都是眼淚。人其實就是在這種時刻可以深度的感覺到自己的存在，也正是這些點狀的細節、點狀的瞬間串起了一個人的記憶。在此之上，你感受到的所有的情緒，這些其實都是通過你的大腦給身體發送的信號。比如說大家应該多多少少會知道，恐懼的感覺它是由杏仁核發出來的，包括现在很流行前额叶的這個概念，就是說你所有的執行力，包括你的理性的思維調配能力，它都是由你大腦中的這個前額葉來控制的。當你把自己放在某一個外部的環境下，這些外部的環境就會刺激你的大腦發出一些信號，讓你感受到一些情緒、一些身體感覺。你現在摸一下你的手，你现在摸一下你的胳膊，就那種觸感也是大腦發出的信號。有時候你會突然感覺你的心臟抽了一下，或者說你心臟四周的那個神經突然跳動了一下，牽扯了一下，你會擔心你心臟出現了什麼問題。但其實這個時候一般是因為你的大腦發出了一些紊亂的指令，有可能是因為你最近太累了，或者你神經緊繃着。偶爾這樣的感覺其實並不代表我們身體器官本身出現了什麼問題。這種大腦控制你身體的感覺最好理解的就是當你打了麻药之後，這個時候你身體上任何感覺都感覺不到了，甚至你連自己的存在都感覺不到。所以當你的五感，你的聽覺、视覺、嗅觉、味觉等等等等遇到了非常相似的觸發機制的時候，它就會讓你的大腦發出一些相同的信號。所以這個時候無論你的肉體在物理層面上經歷了什麼，你感受到的情緒和你的身體感覺會無限的趨於一致。去年有一個美劇 All Her Fault， 都是她的錯，它裡面的這個有一個主角，就是那個保姆和那個保姆的小孩，他們都有一種天生的一個能力叫做联覺。就比如说在他的這個感覺系統裡面，這個數字和詞語是有顏色的。比如說他看到某個數字的時候，他會忽然想到一個顏色，或者說他吃東西的時候，他突然會聽到一個特定的音樂。他可能是沒有什麼邏輯的，但我覺得每個人現實生活中有邏輯的這種通感和聯覺，就我們都有過聽到一首歌，然後吃到一個味道的東西，就瞬間把你帶回到某個情境的這種經歷。其實根據我們剛剛說的那個大腦發送信號的那個機制，它其實並不是把你帶回去，更準確的說法是在那一瞬間，你的五感帶來的這些外部刺激，它觸發了你大腦發出了一些相近的信號。所以這也就是為什麼就是一個穿越時間一直在那兒存在的一個物品，它是最容易成為你情緒和記憶出發點的原因。我小時候看哈利波特裡頭的那個魂器嘛，就是魂器是伏地魔想要长生不老，他希望把自己的灵魂切成一塊一塊放进不同的物體裡面，他的身体死了，但他灵魂還在。然后伏地魔就是一共弄了7個魂器，有日記本，有這個戒指，所以哈利波特想要徹底除掉伏地魔，就是得把一個一個的魂器找出來給他摧毀掉。我小時候就想，我覺得魂器這個東西完全不是魔法，我當時就覺得生活裡所有的物件它真的都是魂器，因為人的大腦裝不下那麼多回憶，那麼多東西，所以
我至今為止，我仍然覺得每一個物件它就有點像你大腦之外的一個外部的儲存器。我之前在小紅書上看到一些帖子，就是那種80後、90後的回憶貼，就是上面有好多我們小時候玩的那些兒童玩具和那些我們當時流行的那些物品。翻着翻着，我就會發現这裡面每一個物件我幾乎都擁有過。就比如說溜溜球、糖果屋的筆記本，還有前幾天我看到什麼來的，就是那個一條條的橡膠邊的手繩，還有那個金色和銀色的那個金屬蝴蝶的那個卡子，然後那個蝴蝶夾在特別容易勾頭髮，就是你取下來的時候頭髮絲特別容易勾在上面。還有那個透明的瓶子，然後裡面裝着那個薰衣草味的沙粒，就這些東西衝擊感特別強，就我眼淚都要下來了。我就覺得像我剛剛說的好幾件東西，如果我不看到它的圖片，我這輩子我不會想起來它存在過，我這輩子不會想起來它曾經給我的童年帶来了多少快樂時光。然後今年過年的時候呢，我回我爸媽家也發現了很多有意思的東西，就是大家当时都流行寫同學錄嘛，然後我的那個同學錄是我當時精挑細選的一個紅色的，上面是一個埃菲爾鐵塔。我還發現了好多我跟小學的好朋友，仍然是我現在老家的閨蜜，我就看到我們倆當時上課傳的小紙條，天哪，都在說一些什麼呀，就特別可愛。然後呢，還有我中學談戀愛的時候，當時我用的那個摩托羅拉的一個小手機，黑白屏的。今年過年的時候，我就在家看我的这個儲存的這個百寶箱，就看這些東西，我就覺得又陌生又親切。每一件東西都會立刻揭開我腦子裡的一個我以為我會忘了的故事。如果沒有他們，我這輩子可能徹底不會再想起來。所以其實我還是蠻慶幸我們家留下了大量的我從小到大的那些很有意思的小的物件。其實我們家一家人，我爸媽，我包括我外公外婆，就我們一大家子人，其實都是有一點戀物的人。我媽至今也留着非常多自己年輕時候的衣服，而且就像前2期播客講的，很多衣服都到了我的衣櫃。我爸也是那種特別捨不得丟東西的人，我們家還留着他當年年輕的時候上大學那會兒的軍大衣，還有他當年的一把老吉他。他會經常念叨，就說我奶奶去世之前還給他那把多年沒有動過的吉他換過琴弦。還有我外公，就我外公他是學工程的，然後他從小到大我們家裡所有壞掉的東西幾乎我外公都可以修好，然後他一直是深度的影音愛好者发烧友。我外公的書房啊，一整個書房的一面牆全部都是他幾十年來收藏的各種經典的影音的碟片。然後呢，他專門重新裝修了家裡的一個房間，做成了那種投影的影音室。然後呢，前幾年的時候，22年的时候，我外公去世了。那時候我媽媽去整理我外公所有的東西，然後他就發現我外公的書房，我外公的這個影音室，還有他組裝維修東西的一個焊接台，就是我外公所有留下來的東西都規規整整、整整齊齊的收納放在那兒。我上大學之前，每一個星期五晚上是固定的要去外公外婆家吃飯的時間。後來到我上大學之後，慢慢的見的次數越來越少了嘛。就是你人在外面的時候，你覺得爸媽包括外公外婆他一直在那兒，只不過你們見不到。所以當外公包括更早幾年之前我奶奶去世之後，有時候我回到外公外婆家，回到奶奶家，看到那些東西還留在那兒，還放在那兒，我感覺上就會覺得他們好像真的沒有走，沒有離開。我媽呢，當時去整理外公的東西，還翻到了外公原來的日記本。外公還在的時候，那些日記本我媽從來都沒有看過。就會發現一個人的一生，他好像就是由這些物件串聯起來的，就到最後每一個物件背後都串着一片故事。我從小就感覺自己對物件，可能小孩都會覺得萬物有靈吧，我總會對物件投射出很多很多的情感。打個比方，我每次出去旅遊，比如說如果我帶的這瓶面霜剛好用完了，我就會在把這個面霜丟到酒店垃圾桶裡的那個瞬間，
我就會覺得我的面霜好可憐，我就想說，這是我用了這麼久的這個面霜的瓶子，我就這樣把它丟到一個完全陌生的環境裡面，我就會覺得有點不忍心。我不知道我之前播客裡有沒有講過，就是我小時候第一個娃娃熊叫做貝貝，被子的貝，因為我覺得它聞起來跟我的被子一樣的味道，所以我就叫它貝貝。然後這個娃娃熊呢，是我最早的一種對一个物件的一种安全感和依戀。後來呢，這個貝貝就不知道是在哪個搬家的過程還是怎麼樣，反正它就沒有了。然後我小時候就對我的貝貝不見了這件事情一直耿耿於懷，至今。前幾年我媽媽找出了我小時候和貝貝的一張合照，然後當時我看到那個照片的一瞬間，我就發現原來貝貝長得是這個樣子。它其實不是我想象中，我記憶裡感覺它好像是那種特別可愛的一個圓臉，但其實它長得其實有一點尖尖嘴、尖尖鼻子的那種感覺，好像跟我記憶裡又有一點偏差。但是我看到它那一瞬間，還是覺得突然就好像有一股暖流就湧了上來。然後呢，前兩期播客裡還說到過我的第一雙匡威鞋，就是我初中的時候，我在一本叫做《巴黎女人》的衣櫃上面第一次看到了那個彩色的匡威 All Star。然後那時候國內還沒有匡威的門店，然後當時我爸去美國出差，我就讓他不遠萬里的給我背回了2雙匡威鞋，一雙紅的，一雙灰的。這2雙鞋就是我產生這種自我意識和這種屬於我自己的審美的一個見證。然後再長大一點，有一個印象很深的物件，就是我的一個摩托羅拉的一個老手機，我記得它是白色和紫色相間的。這個手機我一直留着，因為裡面存着我中學的時候跟我初戀、跟我當時男朋友的幾乎所有的短信記錄。後來我上大學之後，我媽有一次好像說要把這個手機賣掉，還是說要給我奶奶，反正就是我死活也不肯。然後呢，再大一點，我現在就隨便說啊，就是說到我腦子裡印象非常深的一些物件。可能就是我18歲，我上大學之後第一條自己買的裙子，現在還經常穿。包括我年初去參加小宇宙的那個線下活動，穿的也是那條裙子，是一條布的傘裙。這個裙子是我大一那一年的元旦，跟我當時的好朋友，我們倆在北京的朝陽大悅城逛商場，然後逛到 Musi 的時候，我買下了這條傘裙。我記得好像是800-900塊錢吧，對於那個時候我來說是非常貴了。以前都是跟媽媽逛街，我媽媽給我買衣服，然後那條裙子我覺得是我第一次獨立的用自己的審美自己買下的第一件衣物。它好像就是我和那個獨立的自我這兩者關係的一個起點。接着時間一下子從18歲跳到28歲，28歲那年我買了我人生中第一枚天然鑽石。這好像是我第一次在網上聊我買鑽戒的那個過程。當時我買鑽戒的那個時候，其實是我領證之後的第2年，就是在領完證之後和辦婚禮之前，它算是一枚結婚戒指吧。我們倆就說定了，決定在辦婚禮之前買一顆1克拉的天然鑽石。我們決定就在現有的這些天然鑽石的品牌當中選擇我喜歡的樣子。我記得我們2個人當時大概有1-2個月的時間吧，幾乎把上海所有珠寶品牌的門店都轉悠了一遍。因為當時確實我們看了好多個品牌，然後看了不同的系列，同時有幾個備選項。最終我的結婚戒指是一枚1.06克拉的 Harry Winston 的 The One 系列，它是一顆整形的戒指。其實關於鑽戒，現在很多說法是要買就買黃金嘛，而且很多人也會覺得像那些知名的大的品牌，它品牌溢價都非常嚴重。這些打引號的性價比我們都知道，而且這枚鑽戒我買完確實不會經常去戴它，我一般都是在一些紀念日啊，或者我們倆各自的生日，就這些意義比較特別的時刻我會戴。在我看來，買鑽戒這個事情，它就不是為了值錢，也不是為了單純的好看。就是好像我們說藝術品它的價值在哪兒？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瘋狂經濟學》這本書，沒有看過的朋友我非常推薦大家去看一下。它是以藝術市場作為一個切入點，去討論藝術品、收藏品、高價商品背後的一個市场機制和它的邏輯。就是當我們討論一個東西它值不值錢，我們在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其實背後基於的仍然是這個人類社會對貨幣這個概念的一種共識。我曾經有一期播客叫做吸引力法則的底層邏輯，裡面有講到，其實錢這個東西的概念是人類社會創造出来的。在遠古社會，它不是錢，它是一些貝殼，它是以物換物。一個東西值多少錢，它的這個原料成本是多少，它背後最大的這個邏輯是人類創造出來的一些大家都認同認可的一些共識，一些故事。就像天然鑽石，它的意義本身，它代表的这種天然的稀缺性，它代表着愛，代表着長久，代表着一种見證。它的价值符號是人類在漫長的歷史當中賦予的。鑽戒這個東西之所以存在的意義本身，恰恰就是在於它被抽象出來的這個人類共識。我覺得天然鑽石的意義，雖然它在如今不斷的被各種各樣的聲音解構，但是它確確實實跨越了這麼多年，仍然是人類社會這個漫長的符號化過程當中凝結出來的一個很堅實的一個符號。所以我希望當我實實在在的戴在手上，我每次看到它的時候，我都能夠回憶起來我們倆最終是怎麼精挑細選挑到它的這個過程。這個戒指我是在22年的夏天買到的。我買下這枚戒指之後的1個月，我外公已經生病住院了。當時醫生也說他估計可能沒有幾個月的時間，他可能就最多可能撐到那年的年末。我記得我當時專門帶着這枚戒指回了武漢一趟，一路很小心的把它裝在那個深藍色的那個絲絨的盒子裡面。再去醫院的那天，我就把它拿出来戴在手上。外公当时是腦部的神經已經被壓迫得很嚴重，他屬於那種有時候會清醒，但是大部分時間就是意識有點模糊的狀況。因為我外公原來非常講究自己的形象嘛，然後我一直說他是遇到特殊场合他會穿西裝，戴一個這個金絲邊的眼鏡，然後他一直會染頭髮，會焗油，然後會把自己的頭髮就是很老上海爺叔的那種復古的髮型給他翻到後面。然後當時住院以後，外公頭髮就又黃又白，意識也已經很模糊了。但是我站在那儿，然後我就带着他給外公看。我记得我媽媽就在旁邊說，就跟外公說他們剛剛買了戒指，你放心，其實他們都很好。其實現在每一次我看到這枚鑽戒的時候，我戴上它出門的時候，那個心情的確和我當初想象中是一樣的。就是你戴着它的時候，你戴着它的那一天，你就會覺得你把一種意義感本身凝固在這個東西上面。我覺得人其實就是活在這種感受裡面，就是活在這種自己賦予的這個意義感裡面。就有一句話叫自知其幻，仍投身其真嘛，或者說借假修真。其實就是在這整個人類創造的這個世界裡面，除了我們自身的感受和自己的敘事，再也沒有什麼更真實的東西了。虽然除了我的結婚鑽戒之外，我還沒有那個餘力去購買各種各樣的天然珠寶，包括那些天然的彩鑽啊、彩寶啊，但是我現在会去留意，偶爾去留意关注一下他们的产地啊，他们怎麼打磨的呀，會種下這個種子。有時候你看進去會發現很有意思，你要去購買它也需要一些機緣。就像我當時買那顆鑽戒，它的克拉數，然後它的瑕疵程度，因為你可以在那個證書裡看到，其實有時候它的瑕疵也是很特別的一個東西，我覺得它是獨屬於你的。前幾天我看到一個腦科學的一個博主，就是說從這個腦科學的角度來說，宿命感這個東西它其實是一個偽命題。具體的內容大家感興趣的話，可以在那個叫奶牛 Danny DENNY Danny 這個小紅書或者微博賬號上去搜一下。他就說，人之所以會產生宿命感，是因為大腦它本質上是一個預測機器，就是你的大腦它無時無刻的不在預測你當前的這個狀態是否在一個常規的軌道上。
如果你但凡出現了一些偏離日常的事件，比如說很強的一個情緒，很偶然很意外的一個事件，你的大腦就会着重標注它。然後呢，你大腦裡面處理記憶的這個海馬體，它為了節省自己的內存，它會把平淡无奇的一些日常的一些記憶全部都壓縮掉，只留下那些重點標注的東西。所以呢，你会发现留下來的往往就是那些偏離軌道和你日常生活中有巨大誤差的那些事件節點。但是呢，所有這些點狀的記憶節點呢，它都不是像一顆珠子一樣，它被孤立儲存起來的。其實對於海馬體來說，它為了節省它的內存，以最快的方式把這些記憶點給串起來，就會給它編織一個連貫的因果鏈。比如說這個事件節點和那個事件節點其實它沒有什麼關係，它都是偶然性的事件，但是你的大腦為了把它們都記下來，它会把它穿在同一条因果鏈上。就是這意味着你的大腦非常容易把一些本來可能沒有什麼因果關係的偶然性事件跨越時空把它穿在一起，給它編織一個連貫的因果關係。這個東西就叫做宿命感，因為它會讓你感覺到，哦，原來這件事情的發生它是注定的，這件事情的發生在原來的某一件事情上早就埋下了伏筆。聽到這裡好像從腦科學的角度來說有點悲觀，原來好像沒有什麼命中注定的東西，我們以為命中有一個大手在操縱着一切，但實際上只是我們的大腦為了節省內存在給我們不斷的編故事。但是呢，從另外一個層面來想，反過來這就意味着我們可以選擇主動去創造我們的這個記憶鏈條的節點。或許沒有一個命運的大手在捉弄我們，其實這個大手是我們自己，就這個手去抓哪些東西是我們自己說了算。我們可以選擇主動加深一個記憶點，把這個點狀的瞬間納入我們的這個記憶鏈條，創造自己的故事線。雖然什麼事情出現在我們的生活裡，撞到我們生活裡，我們對於這些東西有些被動，但是我們可以選擇怎麼去看待它，或者說我們選擇去記住哪些東西，忘記哪些東西，加深哪些東西，淡化哪些東西。最終這些東西就形成了我們自己的敘事，我们自己說出來的那個人生故事。因為最終我們整個人類社會其實就是由一個一個的故事搭建成的，這也是人類之所以是人類的原因。所以最終那個故事，它就是人類社會看似很堅硬很堅固外殼當中最中心的那顆最小的但是能量最大的水滴。我不知道大家現在處於自己人生當中的哪一個階段啊？對於我來說，我覺得我們的人生就是一條穿着一個個記憶珠子的一條線，從零開始，然後中間由這些節點聯繫起來，彎彎繞繞，最終會歸零，回到起點。終點和起點不重要，人就活在那些節點的起伏裡面。就像這期聊到的，那些物件真正的意義不是其中的成分和成本，而是它们承載着人生重要瞬間的那些情感體驗。對我來說，它是我第一個娃娃熊貝貝，它不是最可愛的那一個，但即便我後來有了好多非常可愛的毛絨玩具、毛絨娃娃，但它在我心裡的那個位置是最不可取代的。它也是我的第一雙匡威，即便現在這個鞋面的膠都發黃了，我已經幾乎不怎麼穿它，但我想我不可能扔掉它。包括我想，為什麼至今那麼多人仍然在人生最重要的時刻，比如結婚，比如一個承諾，一個紀念，會選擇用一顆天然鑽石來作為那個記憶錨點。我覺得答案可能是2個字：時間。大家知道嗎？一顆天然鑽石的形成到底需要多久？我之前第一次查資料的時候，我發現那個數字比我想象中更龐大。它通常需要10到30億年的地質演變，無數次的板塊運動，高溫高壓，最後形成結晶，通過火山噴發被帶到地表。我們的地球最後一次帶有天然鑽石的這個火山噴發，發生在距今大約4000萬年前。
也就是說，现在我們這個世界上留下的穿越上亿年的這個天然鑽石的礦產，它不可再生，僅僅也就這麼多了。緊接着，天然鑽石進入人類的歷史，它逐漸被賦予了愛、長久、見證這些意義。這個時間又用了上千年，但是天然鑽石形成的這幾十億年，這個數字和人類的歷史相比，是無限接近於永恆的。我的結婚戒指是1.06克拉，其實戴在手上並不顯大，但是在我的首飾盒裡，我總能一眼就看到它。跟旁邊其他的珠宝相比，它是非常清晰和明锐的一種火彩。有時候我看到它就会覺得，好像是在看一整個宇宙。在那個當下，你會發現我們的日常，甚至人類整個歷史，都是這麼短暫。但就在這麼短暫的時間裡面，這顆小小的天然鑽石，在它自身漫長的歲月裡面，為我停留下來，躺在了我的首飾盒裡。我就想到最近那個魯豫漫談採訪劉曉慶那一期，劉曉慶在說到他的珠寶的時候，他說：“我不擁有它們，我只是保管它們。”比如说我這枚小小的鑽戒，我就會覺得不是我購買了它，只是我用我的人生暫時保管了它的一段時光。所以當我們選擇一顆天然鑽石來標記一個重要時刻的時候，實際上我們是在借它的時間安放我們這一生具體而短暫的時間。那以上就是本期播客的全部內容，我是七七，你也可以在其他各種各樣的平台找到我。我們下期見吧，拜拜。好学猫。